中国重新对澳大利亚展开怀抱，蒙古国却笑不出来，晚了，机会就一次，或许这就是毁约的代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特养观察室。近日，中国投资者正在重新对投资澳大利亚感兴趣。那么，根据有关的外国投资最新报告显示，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获批准的中国投资交易额增至67亿澳元，相比前一个季度高出了17亿澳元。而对此，港媒表示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正在回归。随着中澳关系逐渐回温呢，中国确实在对澳大利亚解绑。而在这之前，中国允许所有国内企业进口澳大利亚煤炭。根据消息表示呢，目前中国海关以及港口都已经接收到了通知，准予放行澳煤进口。而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来说，中国此举意味着2020年底开始的澳煤禁令将要结束。事实上，早在今年1月份开始呢，就有4家中国企业开始重新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。尽管当前美、澳、英三方还在为核潜艇计划做努力，但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玉婷所指出的那样，中澳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，在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，在经贸上也能够合力共赢。一直以来，中国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对象，当然不可否认，解除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解禁很关键，毕竟该国是全球煤炭产业的重要参与者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澳大利亚也一直在释放想要继续合作的信号。虽然在一些事情上还没有摆正立场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但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。因为过去今年对中国的不友好，已经让澳大利亚尝到了苦头，其中就包括煤炭数据持续下滑。现如今，要是再搅黄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合作都不用中国，估计澳大利亚自己都不敢再厚着脸皮求助中国了。然而让外界没想到的是，中国重新对澳大利亚展开的怀抱，却对另一国造成了沉重打击。原来一开始占据中国煤炭进口地位的蒙古国，在解除对澳大利亚煤炭禁令之前，中国曾选择蒙古国煤炭。去年蒙古国出口的3100万的煤炭，有90%都出口到了中国。如此大的订单对蒙古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块蛋糕，可惜这个国家也没把持住。上个月为了整改煤炭交易腐败的乱象，蒙古国下令单方面停止与中国企业签订的销售协议，把准备出售给中国企业的煤炭进行了拍卖。而一旦拍卖，意味着价格会比协议里的规定价格高很多。如此一来，且不说中国企业可能会花大价钱购买蒙古国的煤炭，甚至可能都买不到蒙古国的煤炭。那么或许蒙古国这是在处理自家的事，但这种做法确实让我们感到不满。基于此，中方重新对澳大利亚煤炭打开大门。蒙古国的煤炭呢，怕是会彻底退出中国市场。要知道，起初中国选择蒙古国煤炭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澳大利亚不听话。现在蒙古国毁约后，中国重新选择澳大利亚煤炭，那么中澳的经贸合作关系在选择澳大利亚煤炭之后，中国还会再选择蒙古国的煤炭吗？至少在分析看来，这种可能性很小，机会只有一次，线下已经晚了。或许这就是蒙古国毁约必须要付出的惨痛代价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